今天我们聊聊一部评分很高的韩剧《怪物》。这部剧讲述了两个男主角追捕连环杀手的故事，他们不惜违背法律和原则。故事发生在韩国的一个偏僻小镇，东直是这个小镇上著名的巡警，不论是斗殴还是其他犯罪，都由他来管。有一天，他接到了居民的报警，因为几个大神打牌吵架，东直只得前去调解，结果不小心被大婶们误伤，气愤的东直把他们带回了警局。局长对这种情况也很头疼，当时局里一片混乱。这时有一个新人走进了警局，他就是新来的警员朱元。他来到这个小镇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东直，因为之前东直的双胞胎妹妹神秘失踪，留下的唯一线索是他的10个手指被砍下来。妹妹生前收到的最后一条信息是由东直发送的，这让朱元对东直产生了怀疑。一天晚上，大家吃饭时，东直和其他几个警察讨论新来的朱元。有人说朱元是警校的状元，他的父亲还是一位知名的警察局长，他出身名门，本可以留在首尔，大家都不明白他为何来到这里。场景切换，朱元正在和父亲共餐，从谈话中得知，原来朱元在外交部门出了问题，无奈之下，父亲只好将他调到地方派出所。回到警局，局长正在重新分配搭档，因为朱元的显赫背景，大家都争着想和他成为搭档。可是所长偏偏派了互相看不顺眼的东直和朱元一起，名义上是为了培养感情。就这样，两人首次一起出警巡逻。东直突然开口说完，东直接了个电话，原来是邻居家的老爷爷失踪了。两人赶到芦苇地搜寻，很快就找到了老爷爷，两人也弄得浑身是泥，这让有洁癖的朱元特别不舒服。把老人送回家之后，朱元发现东直和老人家属聊天的情况有点奇怪，他质问东直是不是在那个女人手上留了什么。东直没多说什么，转身就走。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，所长请大家吃饭庆祝，因为朱元的父亲，大家都特别讨好他。朱元觉得这样很不自在，他打算偷偷溜走，恰好被正在切肉的东直发现。朱元又开始追问东直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手上。东直开了个玩笑，但朱元并不以为然。他找到一个好友，拿到了当年受害者的档案，带着档案回了家。原来受害者不止东直的妹妹一个，凶手用相同的方式害了4个女人，其他3具尸体已经找到，只有东直妹妹还在失踪中。凶手到底是不是东直？为什么这20年来没有新的案件？朱元也无法确定。他记得9个月前在首尔的一次外部课程，他当时就怀疑东直是嫌疑人。大家可能也听过这位疯狂的警察的故事，他原本是广搜里最出名的警卫，但因为某些事情被降职到了地方派出所。这件事让朱元更加确信了东直就是那个嫌疑人。同时，东直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妹妹。朱元在一旁暗中观察着他。这时候电话铃声响起，几天前那位老爷又失踪了。所长叫朱元也加入搜寻队伍。他们几个人来到了芦苇地，天色已经昏暗。世勋突然滑倒了一跤，他似乎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，他大声呼喊东直。两人听到后立刻赶来。东直他们3个人发现了一具被割断手指的尸体。朱元注意到了尸体手上的戒指，他突然愣住了，他认出了这个人。东直注意到朱元的异样，他让智勋先走，开始质问朱元这个女人是谁。朱元也不示弱，他反问东直怎么知道死者是女性。东直对朱元露出一个神秘微笑。由于案情重大，这个案子被交给了重案组。花姐带着团队来到了现场，但他们发现这里是一个监控盲区，尸体已经只剩下白骨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在另一边，东直和朱元被关在询问室，所长老上气急败坏地过来要人，但负责人告诉他，询问室里的2人还在相互怀疑，他们都想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。所长花姐这时走了进来，他们几个本来就互相认识，所以简单交谈几句后就让他们离开了。回到家的东直开始回忆过去，原来20年前的那天，警方在方舟山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尸体旁边是东直的吉他拨片，同一天有颜的手指也被找到了。东直立即成了头号嫌疑人，随后被警察带走。这件事对东直的父母打击极大，他的父亲不顾天气多恶劣，始终等待着女儿的归来，最终在一个冰冷的冬日冻死。他的母亲也因过度悲伤瘫痪在床。第2天一早，东直去医院探望自己的母亲，超市老板眼镜哥也在那里。原来早在20年前，东直的父母就收养了智力有障碍的眼镜哥，还帮他开了一家超市。眼镜哥感恩戴德，一有时间就来照顾东直的母亲。不过眼镜哥的女儿让他头疼，她叫小米，东直也视她如己出。与此同时，花姐那边有了新的发现死者穿的是今年的新款鞋，鞋子上的脚印与预期的骨骼匹配，但奇怪的是鞋子异常干净，显然是被凶手事先清洗过。难道凶手有洁癖？另一边，东直和朱元正在巡逻。东直偶然发现了一个智障男孩，
男孩在雨中哆嗦，他脱下自己的鞋，毫不犹豫地套在男孩的脚上。朱元看着这一幕，陷入了深思。他真能是那个凶手吗？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凶手会做的吗？晚上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案情。这次处理尸体的方式和20年前放朱山的手法如出一辙，到底是模仿犯还是原凶手又犯案了？谁也说不清。朱元这边正和父亲谈话，死者原来是朱元派出的诱饵，但这事他没和上级打招呼。现在诱饵人间蒸发，连重案组都摸不清他的背景。父亲希望这事能快点结束，他要朱元别再追查这件事了。可孩子们往往不听父母的话，朱元自己一个人来到了警局，他想要查阅20年前的案件档案，却发现有沿河方舟山的档案，只剩下第1页。他追问阿正这是怎么回事，阿正装傻充愣，朱元只好自己想办法。他突然发现，当年负责这2起案件的刑警，竟是现在的所长老上。就在这时，老上打来了电话，朱元和老上见了面。老上告诉他不要只盯着东芝，事情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。同时，东芝也在调查朱元。他发现朱元调到派出所，是为了调查连环杀人案。饭后，东芝去医院看望母亲，却听说小敏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。东芝很是焦急，他通过定位找到了小敏。小敏醉酒后被人带进了包房，东芝把她带回了警局，还给她准备了吃的。大家正在发呆的时候，小敏悄悄地从后门溜了出去。东芝发现了什么之后，立刻给小敏打了电话。拨通了电话，通话的时候，小敏似乎看到了些什么，她突然笑了。醒来时，小敏已经被绑在台子上了，凶手正在磨刀。画面突然转换，东直慌慌张张地赶到饭店，他看着碗里的肉，说不出话来。阿正注意到东直的异常，饭局结束之后，他去了东直的家，问东直是不是知道有关文件被谁拿走了。东直看起来很愤怒，阿正没能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，转身准备离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东直出门去锻炼，恰好遇到朱元在勘察地形。为了调查案件，他也打算搬到这附近住。聊天中，东直似乎看到了什么，两人便过去看看。通过美甲确认这是小米的手指。渐渐的，东直的表情恢复了平静。本集的最后一幕，一个穿黑衣的人拿着塑料袋走到超市门口，他把手指一个接一个摆放好。难道这个人就是凶手？是不是20年前那个人行凶的？如果不是，那会是谁呢？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东芝，他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？因为又出现了命案，两人又被叫去问询室喝茶。但东芝一上来就询问花姐案件的调查进展，花姐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了东芝，这让旁边的朱元感到困惑。他想起老上之前也是这样的，似乎全村的人都在帮着东芝。朱元觉得东芝才是背后的主使。朱元请求换掉案件的负责人，因为花姐和东直本来就是朋友，而东直正是20年前的嫌疑人。东直暗示朱元也不能洗脱关系，因为是他们两个一起发现了受害者，而且是朱元来到小镇之后，命案才开始发生的。朱元无法反驳，他向自己的父亲解释了整个情况。朱元说自己不会坐以待毙，他请求父亲的帮助，调取了警署档案室的监控，想确认是否是东直拿走了档案。花姐和阿正来找东直，告诉他小敏目前只被认为是失踪，因为没有找到尸体。东直有话似乎又不想说，他似乎知道是谁是凶手。朱元回忆起过去的事情，那个戴戒指的女人名叫李金花，因为非法滞留问题，被迫成为朱元的诱饵。他们事先有约定，如果有紧急情况就通过短信发信号。但在李金华失踪的当天，朱元收到了那样的短信，同时他的父亲把档案室的监控资料发给了他，但关键信息都被删除了。朱元急忙赶到档案室，发现那些消失的档案已经回来了，这显然是东芝的手笔，这不就是明摆着的事实吗？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同时搜救队又有了新的发现，他们发现了一部手机，虽然还不确定手机属于谁，但手机里有3条发给朱元的短信。得知此事后，父亲非常生气，他特别愤怒，于是将手下小贺派到文州中学，让他帮助朱元解决问题。小贺对此却很高兴，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他找到了朱元，告诉他重案组已经从手机中提取到了李金花的 DNA。 倒霉的小贺又被父亲骂了一顿。父亲表面上关心儿子，实际上是担心影响自己晋升。线索突然中断，朱元也陷入了困境，这让朱元感到非常烦恼。他申请到派出所暂停职务进行调查，东直在外面送别他，这彻底惹怒了朱元。他检查了村里唯一的监控录像，果然在视频中看到了东直。他去了东直家，终于发现了他想知道的事情。与此同时，花姐按命令逮捕了东直，原来是小贺起了关键作用。他通过短信告知朱元，东直已被送往伦州警局。朱元对此感到满意，而在警车中的东直也露出了微笑，因为又有了新的死者。朱元也提供了证据，
是关于东直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视频。东直因此被作为嫌疑人逮捕。警车刚驶入警署大院，记者们已经在前门等待。这似乎暗示了警察的不当行为，这会是多大的轰动啊！署长认为是抓捕时消息泄露了。东直蒙面从侧门进了警署。正当他路过大厅时，他走进了询问室。东直姐，是说包里的是担担面？他东一句西一句，就是避免谈及跟案件相关的内容。当大家都无言以对时，东直突然严肃起来。他表达了对警察系统的失望。他说自己20年前就是被冤枉的。花姐没有继续追问，而是直接询问他家为何有小米的血迹。东直说这很容易解释，那丫头平时喜欢来他家，可能不小心弄到的。说完，他在朱元面前得意地整理头发，因为家里只有一滴血，无法定罪。朱元分析认为作案地点不在家，而应该是即使浑身是血，旁人也觉得正常的地方。说完，警方便去万阳肉店取证。路人都在指指点点老板刘才义。原来刘才义的妈妈失踪多年，他一直在经营这家肉店，等待妈妈回来。这勾起了刘才义的伤心往事。他找到了朱元。事后，智勋向朱元说明了情况。东直不理解，为什么追寻真相会错？难道这有错吗？花姐那边的比对结果也出来了，他们在一把刀上发现了女性的血迹，但 DNA 不是小敏的，而是一位叫韩静玲的中年妇女的。小贺气冲冲地找到朱元，紧急逮捕令是朱元父亲签的。东至被扣留的48小时即将结束，如果没证据，他们就得释放东至。这样一来，前期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。小贺告诉朱元别再管这案子了，朱元心里也是一肚子火。阿正突然冲进了署长的办公室，他能证明东至是无辜的，因为案发那晚他们在一起，这很明显就是关键证据。但警察会说谎吗？镜头一转，两个关键人物登场。这个男的叫李昌正，他是从首尔来的投资者，还是花姐的前夫。那个女的叫多海源，她是阿正的妈妈，同时也是在竞选文州市长的人。加上朱元的爸爸老韩，这简直是典型的官商勾结。他们正在讨论文州的开发计划。李昌镇开始坐不住了。作为投资者，他不想再次经历20年前的失败。一个命案就足以让所有计划泡汤。都海源表面上看似关心市民，实际上是想当市长。老韩虽然离开了文州很久，但担心儿子的事情会影响自己的晋升。为了各自的利益，他们走到了一起。李昌正让老韩控制住警局的消息，关于那个命案的，剩下的事他会处理。东直最终被释放了，他去了刘才义那里示范怎么做。电视突然播出了对小敏的采访，同学们说，小敏在学校就不怎么正经，一有空就去夜店玩，总是和一些不良人士混在一起。这显然是李昌正在试图通过舆论操作，赶紧把这件事结束了。东直回到了地下室，一个人在那里哭。朱元突然闯了进去，他举枪指向东直，逼他说出事情的真相。东直笑着问，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悬案吗？就是因为那些在没有确凿证据时的不在场证明，正如阿正为东直伪造的证据，仅仅因为他是警察，他说的就被视为真理。这正是韩国法律的漏洞。东直拿出了李金花手机上的一张照片，他挑衅朱元开枪，但朱元最终还是保持了理智。追寻真相的过程中，朱元意识到自己也在不自知间触犯了法律。从李金华案开始就已无法自拔，现在竟然拿枪逼东直说出他认为的真相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还是那个警校第一的韩中元吗？他踉跄地逃了出去，反复回想东直的话，他终于明白了东直的意图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站在了媒体面前，他一开口，文州开发立即面临危机。不知道此时朱元的父亲怎么想的。朱元再次来到了东直家，他被人称为疯子警察，就算他不是凶手，肯定知道一些真相。朱元走进东直的家，问他究竟是谁杀的死者，东直到底在保护谁。东直开口说道。朱元觉得自己被耍了，难道是团伙作案？正当争吵时，他的父亲突然出现在电视上，他说韩朱元之前对媒体的发言并不代表警方的立场，并为此向公众道歉。他已经对韩朱元进行了处分，将他从首尔外事部调至地方派出所。他的行为显示了对大义的坚持，真不简单。老韩继续说，虽然他是韩朱元的父亲，但他首先是大韩民国的12万警察的首领。他再一次向公众道歉。说完这些漂亮话，几个腐败分子聚在一起。老韩说他已经做了必须做的，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说完他就离开了。朱元想和父亲谈谈，但老韩根本不理他。第二天，朱元回到家，发现家里的密码锁被换了，连保姆也不让他进门。朱元只好开车去派出所，一下车就被蹲守的记者围住。记者讥讽他这个警校第一的才子，竟然被派到这么破的地方。东直出来帮他解围，反问记者，这地方难道不是警局吗？老上来了，告诉记者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这个辖区。这突如其来的关怀让朱元感到困惑，他不懂装懂地问周围人目的何在。
东直解释说，即便内部有争斗，面对外敌时也会团结一致，这就是万阳派出所的精神。朱元在沉思这一切，东直突然冲了出去，朱元也急忙跟上。他们开车到了一个广场，原来李昌盛让眼镜哥在这里公开演讲，这样可以操控舆论，让文州的项目顺利推进。东直直接开车冲进人群，他愤怒地把眼镜哥从台上拉下来，这举动引起了群众的不满，大家一直把他视为嫌疑犯。人们把20年前文州项目失败都怪在东直一个人身上，有人甚至说小敏失踪是活该，这让东直非常愤怒。他上前理论，都海元走过来劝架，让东直离自己儿子阿正远点。原来20年前阿正曾为东直作证，这才让东直得以释放，这也是东直一直不让阿正知道真相的原因，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李昌正命人驱逐东直，东直二话不说与他们开打，朱元也下车加入战斗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两人再次被带去询问。花姐也很无奈，她让他们与李昌正和解，她也不想看到前夫李昌正。朱元找到小贺，让他调查阿正的过去，他直觉阿正有问题。东直那边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是智勋把东直的被捕消息泄露给媒体，他把智勋叫到地下室，但智勋其实是想帮东直，他知道东直不会是凶手，因为在案发当晚，他发现阿正和小敏见过面。与此同时，朱元收到了小贺发过来的调查资料，他找到了东直，询问有言失踪后阿正去了哪里。东直说阿正出国留学了，但朱元拿出了确凿的证据，事实是有言失踪后，阿正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被强制住院4年。朱元推测东直在包庇阿正，但这都只是推测，东直知道没有证据，这让朱元快要崩溃了。他只想弄清楚真正的凶手是谁。东直悄悄地对朱元儿语：智障父亲杀害了自己的女儿，这是多么残忍的行为。时间回到案发那晚，小敏从派出所溜了出来，阿正发来了关心的短信。随后东直找到了小敏丢的钥匙，他给小敏打了电话，通话中阿正出现了，他担心小敏一个人不安全，坚持要送她回家。小敏说她不想那么早回家。这一切都被眼镜哥听到了，他的脸上不再是往日那种傻气的表情，他急忙跑回自己家。画面突然转换，原来眼镜哥就是凶手，他的智力障碍和口吃都是假装的。行凶后，他一直在观察周围的人，甚至在有警车的地方表现得非常伤心。就是他，那个怪物就在这时，眼镜哥打来了电话，他想要朱元的联系方式，两人最后来到了眼镜哥的家中。原来他是想让朱元单独调查这个案子。东直看着他那副假惺惺的模样，心里特别不舒服。他其实早就知道凶手是眼镜哥，可惜没有证据。朱元却一无所知，他还答应帮眼镜哥调查此事。眼镜哥回忆起案发那晚的情况，晚上7点17，小敏回家了，两人简短交谈几句，小敏便进屋了。智勋8点33去超市拿酒，然后他们几个一起去刘才一家吃饭。这一切表面上看似正常。朱元让小贺帮忙，从警察局弄到了内部监控。小贺立刻告诉了朱元的父亲老韩，老韩说只要能帮到他什么都给，让他别再惹麻烦。阿正去找他妈，还说自己请假了。都海元担心儿子会有事没多说。阿正离开后，李昌正从里屋出来，两人讨论加速文州的开发。李昌正手里有案发当晚的行车记录仪，记录显示小敏在遇害前见过谁，画面里也有阿正的身影。都海元决定删除视频中儿子的部分，然后把视频交给警局。朱元收到了小贺的调查报告，警局监控室只有老上去过，他找到了老上，确认朱元没有录音后，老上透露了真相，之前确实是他删除了录像，因为他信任东直。正在这时，东直打来电话，他告诉老上不要再为他冒险。与此同时，专案组拿到了行车记录仪的举报视频，视频里智勋出现了。不一会，阿正也出现在视频中。智勋其实只是去了超市，但视频只捕捉到他在小敏后面出现，误导大家以为智勋在跟踪小敏。重案组动手准备带走智勋，东直安慰他，让他不用害怕，有什么问题就直说。他们随后去档案室找阿正，因为阿正那天晚上也在场，阿正可以证明智勋的清白。偏偏阿正那天请假了，老上急忙来让东直先离开，保证不会让智勋受委屈。作为嫌疑人家属的花姐不能参与审问，他们几个去了刘才艺的饭店。花姐非常难过，她真心希望阿正是凶手。东直抬头一看，眼镜哥突然出现在门口。花姐哭着说小敏的死跟智勋无关，眼镜哥也说他知道智勋不是凶手。东直实在忍不住了，他走进了一个胡同，打开了一扇废弃的抽屉。与此同时，朱元他们发现小敏的手机突然有了信号，他们曾请技术部门帮忙，只要小敏的手机一开机，他们就能收到信号。但没多久，信号又消失了。他们根据定位赶到信号所在地，死去的女儿竟然发来了短信。时间回到了案发当晚，眼镜哥在暗地里等着小敏回家。小敏一回到家，
他把超市的大门锁上了。东直醒来想确认小敏是否已安全到家，于是给小敏打了个电话。电话那头却是他经过超市门口时，注意到里面一片漆黑。东直以为小敏已经睡了，便没多想，转身去跑步。志勋不久后来店里拿酒，这时眼镜哥正在密室作案。他匆忙穿好衣服去给志勋开门，在慌乱中密室的钥匙掉了出来。跑步回来的东直感觉有些不对，恰好他有小敏家的钥匙，他用这把钥匙进了眼镜哥的家。他放下鞋子，在地上发现了那把钥匙。屋里只有一扇上锁的门，门后会隐藏着什么呢？东直打开门走了进去，他发现了小敏的手机和那10根断指。他疯狂地寻找小敏的踪迹，最终确定那确实是小敏的手指。东直正要报警，却接到了志勋的短信。这时眼镜哥打来电话，邀请东直到刘才艺的餐厅共进晚餐。东直强忍着心中的剧痛，平静地回答。他告诉眼镜哥他会回去。挂掉电话，东直还是想报警，但他想到如果找不到尸体，就无法提起诉讼。他冲到院子里继续寻找小敏的尸体，虽然没找到尸体，但却找到了李金花的手机。这证明了所有案件都与眼镜哥有关。但根据韩国法律，证据必须通过合法途径收集，否则将被视为无效。而且法律不允许双重定罪，也就是说，一旦被判无罪，即使后来有了新证据，也不能再次定罪。东直回想起自己和朱善的父亲，不管是谁的父母，难道就让凶手逍遥法外？他决定铤而走险，计划设局诱捕眼镜哥。因此他取了小米的手指，放在超市门口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小米的短信其实是东芝发的，他想逼眼镜哥暴露漏洞。眼镜哥召集东芝和朱元，说他还有补充的事情。他回忆案发那晚，泉州唯一离开的是刘才艺，两人去找刘才艺，但他说自己只是累了去睡觉了。他反问朱元，谁在意他中途离开？这时志勋推门进来，大家都感到惊讶，他不是被重案组审问吗？志勋说是阿正自首救了他。场景一转，阿正被关在看守所，他妈妈多海源在一旁大声叫嚷，他不懂为什么儿子要这么做。阿正说自己只是说了实话，他不想冤枉好人。东直赶到现场，其他人都离开了。阿正半开玩笑地说凶手可能是自己，但东直心里明白，他告诉阿正那条短信是自己发的。就在这时，他收到了网络上的消息，眼镜哥收到小敏发的又一条短信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之前的短信明明是自己发的，那这次又是谁发的？他赶到藏匿小敏手机的地方，不出所料，手机已经不翼而飞，只留下一张地图。他按图索骥找到了汇合地点，原来是刘才艺在等他。东直本不想让他插手这件事，但刘才艺拒绝交还手机，还问起自己的母亲是否也是眼镜哥害的。刘才艺显得十分悲伤，他不希望东芝独自承担所有，决心也要参与进来。同时朱元通过小贺得知刘才艺就在小明手机信号附近，他们持搜查令来到了一家饭店进行搜查。志勋坚持刘才艺是清白的，毕竟他们都是一家人。同事们也纷纷表示同意，他们说如果要怀疑，东芝也有嫌疑，因为案发当晚他9点多才到饭店，这让朱元感到怀疑。他利用父亲的关系联系了技术部门，得知老尚是第2天凌晨才到警署，并删除了一段监控录像，而且那个监控位于中立区，本不该由警方删除。朱元开车去了监控所在地，他站在车顶上，发现监控正对着超市门口，这意味着老尚删除的视频肯定记录了重要内容。与此同时，眼镜哥从冰箱里取出一块肉，一斧头接一斧头地劈下去，仿佛要从肉块中劈出什么东西。他走进了刘才艺的肉铺，一边聊天一边摸着案板上的刀，这让刘才艺吓得够呛。他突然提起了东直，不一会儿就过来问眼镜哥有什么事。眼镜哥说没事，就转身走了。刘才艺赶紧锁上了门，转身就看到眼镜哥留下的东西和纸条，那个发卡正是他妈妈生前的。他展开纸条，上面写着文州芦苇地下藏有50米，在接近石头的地方，才艺去把妈妈找出来吧。朱元找到了东直，他追问东直到底谁是凶手，一个快退休的老所长，为什么要深夜去警署删除监控？如果东直不吐真言，他就会去抓老尚，反正警局只要一个结果，他们并不关心真凶是谁。说完他拿出了手铐。就在这时，刘才艺突然打来电话，他说如果自己出事，一定要去抓眼镜哥。东直突然慌了，他大喊让朱元让开。朱元感觉到要出大事了，刘才艺一铲一铲挖着他母亲的尸体。远处警车的声音渐近，眼镜哥那边趁警察都去救刘才艺的时候，悄悄来到院子里，一块一块地挪动着地面的砖块，这真是痛快淋漓。眼镜哥似乎还想反抗，他询问朱元是不是一个人来的。20年的连环杀案，凶手终于被捕了，他竟然把女儿埋在了自家后院。脾气向来不好的朱元，
他和东直是怎样达成一致的？让我们回到抓捕之前。接到刘才义电话后，东直变得非常焦急。回想起眼镜哥之前的口供，他意识到这是个陷阱，于是让阿正去找蔡姨帮忙，自己则与朱元一起去了眼镜哥家。这件事很快就上了新闻。老韩得意地看着电视里的儿子，他打电话给文州署长，命令他彻查此案，借此机会或许能调回首尔总部。挂断了电话，小贺来访，让小贺完成3件事。首先是在媒体面前多提韩朱元的名字，其次是禁止透露任何案件细节，与案件相关的细节一律不得泄露。最后，对外界绝口不提李东直的事情。这样一来，自己的儿子就能立功升职。法医的尸检报告出炉了，小敏的真正死因是器官衰竭，导致了心脏骤停，被切掉的手指出现了皮下出血，这说明小敏是在活着的时候被切掉手指的，然后被埋到了地下。东直收到了花姐发来的信息，他感到非常自责，很可能是在他搜寻尸体的时候，小敏还活着。他无法想象小敏在死前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。事情终于水落石出，朱元来看望已故的李金花，毕竟是协助了自己的调查。他走进了停尸房，管理员告诉他，偷渡客的遗体通常没人来认领。朱元心里感到很难过，话语间老带着文件急忙赶到，因为眼镜哥放弃了小敏的遗体，所以警察局的人决定将小敏火化。葬礼上大家都非常伤心，志勋真心喜欢小敏，他崩溃地跪在了地上。花姐突然收到一个消息，说眼镜哥特地点名要见东直和朱元，两人赶到审问室。东直因为电脑出故障而发火，花姐也在旁边火上浇油。首长听后更是气愤，他怒斥东直。就在这时，老尚推门进来，他虽然只是派出所所长，但他似乎一点也不怕文州署长。审讯室里的眼镜哥开始说话，他讲述了年轻时曾深爱一名叫美惠的按摩师，美惠后来抛弃了他和小敏，自己也就消失了。眼镜哥一直在找美惠，美惠的一个朋友为眼镜哥策划了一系列连环杀人案，就从那一刻开始，而这一切都被偶然路过的方舟山看到了。眼镜哥知道不能留下活口，就这样，心理变态的眼镜哥开始频繁犯案，他专挑带有丑闻的女性为目标。当东直询问死者姓名时，眼镜哥回答说，他表示这些都只是自己的推测，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愤怒。正当这时，朱元突然问道，小敏不是你亲生的对吧？眼镜哥立刻慌了神，他结巴地说，小敏是我亲生的。东直抓住机会开始挑衅，眼镜哥开始追忆过去，小敏一直都知道真相。眼镜哥故作糊涂，你真的是我的父亲吗？怎么想都觉得不像。但如果你不是，我为什么还要和你生活在一起？别说了，小敏。正是这句话让眼镜哥动了杀机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怒之下翻桌掐住东直的脖子。朱元见状迅速将他摁倒，事后两人前往红灯区寻找美惠。朱元之前在外事部工作，负责追查非法滞留者，包括3名死者都是美惠的朋友。通过追踪眼镜哥的手机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叫玛利亚的按摩店，从照片中确认美惠确实在这里工作过，但她去年已经因交通事故去世。两人返回审问室，宗旨推测出眼镜哥为何选择在10月21日行凶，那一天是他与美惠首次相遇的日子。眼镜哥找美惠20年的目的原来是想杀了她，但没想到美惠已经死于事故，所以他选择在同一天杀害了小敏。眼镜哥坚决不承认。东直拿出了事先伪造的报告，这又一次让眼镜哥失去了理智。东直继续说道，其实美惠并没有死，他知道眼镜哥在找他，所以他换了名字搬到了另一个城市。就在东直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眼镜哥终于说话了，他说只要把美惠带来，就会告诉警方尸体的埋藏地点，还提到了东直的妹妹有言。而在另一边，警方把超市彻底搜了一遍，找到了除了楚有言之外的所有尸体。刘才似乎看到了他妈妈，他哭着说对不起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朱元去找东直，东直也把家里翻了个遍，但找不到妹妹。朱元让东直振作起来，两人正说话时同时接到电话，没想到眼镜哥上吊自杀了。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东直，有言不是我杀的。案件终于侦破成功，老韩利用自己的关系想帮朱元升职，但真正的凶手还没抓到。朱元没心情庆祝，他承认自己之前钓鱼执法，未经上级同意滥用职权，这导致了李金花的死亡。这一行动让主审员困惑。3个月后，东芝在看自己服兵役时的录像，是他母亲担心他特意录制的。视频中母亲的话引起了东直的注意，他让眼镜哥回去休息，一整天修房子够累的了。东直拿起锤子猛地往地面砸去，他以为找到了妹妹的戒指，那是分别上大学前的礼物，原来是东直送的，但他看错了物品，那只是一块反光的碎玻璃。他举起了锤子，
继续宣泄心中的愤怒。视线又回到了派出所，警员小曹望着墙上的合照，阿正和霍东直都被表彰升职了。他和小黄讥讽着命运的不公。聊天中得知眼镜哥已自杀，朱元申请了假期，而东直还在坚守岗位。提起东直，他正与志勋一起巡逻。志勋担心刘才艺已失踪许久，他们经过刘才艺的肉店，东直注意到门口散落的空酒瓶，志勋拉开了卷帘门，里面又是几个大婶在打牌，并且还有同事小曹的老婆。不难猜到，东直又把这些女人带回了派出所，一如既往的场景，一样的争吵，一样的处理方式。消失3个月的朱元回来了。就在此时，大家接到了一条消息，刘彩一主动来到重案组接受调查。在审问室里，刘彩一承认他曾在凌晨出现在警局附近，他想杀掉眼镜哥。派出所的人也看到了那晚的视频。东直表示对此不感兴趣，他要处理其他案件。花姐也弄不明白刘才艺的真实意图，他虽想杀眼镜哥，但警局毕竟不是随便谁都能进的地方。既然没成功，他为什么还要来自首呢？其实是因为刘才艺发现有人从后门潜入，但他没透露这事，只是让花姐去查监控。同时，朱元在和父亲共进晚餐。老韩想把他调回总部工作，但朱元觉得在万阳派出所挺好。这时候，小贺急匆匆来了，他向老韩展示了一段刘才一在警局附近的视频。朱元对此并不感到惊讶，好像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。他开了几句玩笑后就离开了，这让老韩感到非常生气。大家又一次来到了刘才一的肉店。花姐第一个发言，她认为东直和阿正早已知道这件事，她不明白为何要对他隐瞒。刘才一解释说，这件事确实只有他一个人知道。东直没办法带花姐来看视频，原来眼镜哥曾在遗嘱中提到要把房子留给东芝，因此东芝怀疑妹妹的尸体可能就藏在那所房子里。阿正回忆，他们曾有一个秘密基地，眼镜哥很可能将尸体藏在那儿，但那块地在事故后已经被母亲卖给了李昌镇。说完，他们就去了李昌镇的农场搜索。不久之后，志勋挖出了一些东西，东直立刻上前查看，竟是一具被切掉手指的尸体。李昌镇立即被带到审问室，花姐询问他尸体是怎么回事，李昌镇也表示自己不知情，结果他反过来咬了一口，他声称那是他的私人领地，擅自闯入，他有权起诉。就在这时候，搜救队传来了消息，除了早上发现的尸体，又陆续找到了更多的尸体。老商找来熟人打听情况，通过牙齿的分析，没有发现20岁左右的年轻人。东直沮丧地回到家，发现朱元已经在那里等他了。他带来了一些有用的信息，眼镜哥去世前所有的监控都坏了，而且在眼镜哥的胃里找到了一张美惠的死亡证明。朱元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东直注视着视频中的母亲，他赶到了医院，母亲竟然说话了，虽然他没有意识，但他说出了锅炉这个词。东直回想起眼镜哥的话，他走进自家的地下室，敲了几下，终于找到了妹妹。原来妹妹被封在墙里整整20年，这让东直非常痛苦。与此同时，老少独自一人去了刘才艺的肉店。原来那晚他从后门溜进了警局，他真的杀了眼镜哥吗？就在这时，重案组的负责人赶到了，他以协助自杀的罪名逮捕了老少。搜查组也开始调查万阳派出所，他们在老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找到了鱼线和美辉的死亡证明。画面突然一转，一个穿着警服的人把证物放入老商的保险箱中。为何男二要将派出所所长送进监狱呢？原来是3个月前，也就是眼镜哥去世后不久，朱元收到了私家侦探发来的一段录像，录像里是刘才艺试图刺杀眼镜哥的场面。从那时起，刘才艺就消失无踪了。朱元觉得是有蹊跷，于是匿名威胁刘才艺，让他去重案组报告这一切。朱元一直在跟踪刘才艺，却总能看到老尚的身影，而老尚因为保险箱里藏有证物，被带去接受审问。他说只有见到东直才会开口。东直沉重地来到老尚的面前，告诉他找到有盐了。他想过无数次找到有盐的方法，没想到最终是在自家的地下室。东直整理了一下情绪，开始按程序操作。他询问老尚是否是凶手，老尚断然否认。东直询问完毕便起身离开。老尚对自己20年前的行为表示了歉意，因为真相越接近，危险也越大。东直不想让快退休的老尚卷入是非。东直离开后，他来到了刘才艺的肉店，大家都认为老尚不可能害人。这时花姐进来了，她拿到了派出所的监控视频，所长办公室的门下班后也不锁，所有警员都能随意进出，这说明每个人都可能是嫌疑人。但这些伪造的证据不足以定老尚的罪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东直突然明白了，有人故意想吸引警方的注意，这跟他之前拿走小米的手指一模一样。其他人还在困惑时，他已经找到了答案。他查看了监控录像，果然看到朱元对着监控微笑。他找到朱元询问原因，
朱元却死不承认，他说谁做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看万阳的人是否可信。眼镜哥死后，刘才一消失了3个月，智勋还把东直被紧急逮捕的事告诉了记者。他们真的没有对东直隐瞒什么吗？出狱后，他给以前的同事打了电话，查到了发视频的邮箱 IP 地址，正是在朱元的楼下。原来朱元是想引导东直去彻查真相。东直终于明白了朱元的意图，他找到了刘才一，询问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刘才一终于说出了真相。东直没想到老尚真的卷入其中。画面回到警局，关押老尚的72小时即将结束。朱元是第一个赶到的，他在老尚的钱包里放了一个跟踪器。老尚还没出门，就接到了东芝的电话，但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朱元继续跟踪，却发现信号突然消失了，原来是警署总局屏蔽了信号。朱元穿过大厅继续跟着，突然有人叫住了他，他回头一看，竟然是派出所的小黄和小曹，他们说是来总局看朋友的。朱元趁机想溜走，没想到他爸爸老韩突然从电梯里出现了，他把朱元叫进了车。朱元说自己还有事，有话快说。老韩说案子已经结了，不用再追究了，然后试图感情攻势，想让朱元手下留情。但朱元从8岁起就在国外独立生活，作为父亲的老韩一次都没去看过他。老韩输给了儿子，只能无奈地说了句下车。另一边，多海源和李昌在一起吃饭，多海源想让李昌正弄点麻醉药，李昌正一听就知道是给阿正用的，他知道阿正曾经在精神病院4年了。多海源话锋一转，说有言的尸体被找到了，这会不会影响开发项目？李昌盛说，你是担心自己儿子吧？他似乎知道了些什么。与此同时，阿正似乎又开始发病，他在镜子里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，开始产生幻觉。他和有言似乎关系不一般。东直来到了停尸房，发现妹妹的喉骨没有断，但腰椎和肋骨严重骨折。法医分析说，这种伤只有被车撞后重复碾压才会有这样的伤痕。东直给老少打电话，询问有言为什么会这样，他究竟隐瞒了什么？真的是他杀了眼镜哥吗？电话那头只有粗重的呼吸声，而在电话的另一端，凶手正把昏迷的老尚抬上车。同时，朱元也用定位追了过去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只看到地上的血迹，还有一支录音笔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银色面包车从废车场驶出，朱元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。他一边追一边联系东芝，两人一起追赶。信号突然中断，朱元像疯了一样冲了过去。东芝到的时候，警察已经到场了。朱元跪在地上，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对不起。就在昨天，派出所的所长被人杀害了，难道他离真相太近了？东直等人为老尚办了一场离别仪式。葬礼结束后，东直到老尚家里整理遗物，无意中发现老尚在一份不动产证明上加了东直的名字。想起老尚曾说过，等退休后要找个地方安享晚年，东直心里难以言表。之后大家去了刘才艺的肉店，只有东直没来，他选择了躲起来。朱元临走前向才艺道歉，是他将录像寄给了警方。这时刘才艺收到了阿正的消息，他和东芝要去中青岛去买老尚爱喝的鱼汤。第二天，朱元开车去了中青岛，那正是老尚之前提到的地方。朱元下车看到阿正在吃药，他走过去表示关心。阿正也吐露了心声，其实他有失忆症，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了记忆，这简直对他来说是地狱。朱元还想再问些什么，却被阿扎打断了。阿扎告诉他东直就在山下，他们便来到了山下，最后看到了颓废已久的东直。朱元说无论如何他都要开始采取行动了。两人开始交换信息，老尚在临终前肯定是去了警署总局见了某人，而且那天碰巧遇见了派出所的小曹和小黄，他们回到肉店来商量对策。朱元说小黄告诉他自己去见同学了，而小曹的表现则非常不自然。但朱元调查后发现总局里并没有小黄的同学，所以这两个人都有问题。花姐决定用非法手段来调取小曹的通话记录。阿正说这个他擅长。智勋和才艺则负责跟踪小黄，立刻行动起来。智勋和才艺跟到了警察总署，发现小黄和一个神秘人在聊天。聊完后，小黄蹲下来哭了。才艺见状就上前去。小黄终于说出了真相，他其实想调离地方派出所，因为老尚一死他就没了靠山，这确实符合他的个性。阿正利用关系查到了小曹的通话记录，比对后发现竟然有个号码是打给老韩的，看来他们之间有联系。这时候他们开始深思。妈妈打电话来了，她嘱咐阿正按时服药，并邀请他周日参加开发委员会的会议。阿正不耐烦地中断了，让妈妈不要再管闲事。说完就把药扔了。花姐和东直也得到了小曹的通话记录。东直说老韩那边让朱元负责，他很信任朱元。与此同时，
老韩叫朱元和小贺到办公室，提到派出所的小曹曾来找他，并说了些奇怪的事，但老韩听得一头雾水，完全不明白小曹想说什么。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，老尚出事前也曾来找老韩，正是那段信号消失的时候，老韩让他们放手彻查，因为他和老尚以前是同事。出门后，朱元立刻联系了东直，根据他对父亲的了解，他觉得父亲不会撒谎。花姐的手下也带来了消息，老尚在拘留所时，有人来找过他，那个人正是小曹。大家在肉店约见了小曹。刘才一说，他不认为小曹是坏人，但他要小曹把所知道的都说出来，这样可能帮助找到杀害老尚的凶手。小曹说，那晚是老尚叫他去的，所谓的鉴定书是20年前的证物，那个证物是东直的吉他拨片，当年是小曹把鉴定书交给了老尚，鉴定书里明确写着没有检测到任何指纹和 DNA。 当时老尚认为有人帮东直清除了指纹，所以他把东直打得半死。朱元说，他翻阅了无数次案卷，却从未看到过那份鉴定书。小曹说他只是按命令行事。朱元急了，他拿出了小曹的通话记录，在接到老尚的短信后，他打了3个电话给老韩的办公室，还打了3个给一个非法的手机号。小曹坚称他真的没偷那份鉴定书。他突然记起，那天不止他去见过老邵，文州署长老郑也去了。朱元找到了老郑，老郑承认确实见过老邵，但那只是基于友情。但实际上，眼镜哥自杀的那晚，关闭监控的正是老郑，而且他们2个一起发现了尸体。老郑最有可能证明老邵的清白，但餐桌上的老郑说，他们只是喝酒聊聊天。朱元使出杀手锏，那晚老邵看了监控很久，通过分析嘴型，他弄清楚了老邵想说什么，这让老郑非常愤怒。他一再强调眼镜哥是自杀的。另一边，李昌镇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他出现在眼镜哥面前，正是他提供了眼镜哥自杀的工具。他用的拐杖其实就是凶器，原来他的瘸腿完全是装出来的。是谁在背后威胁他呢？李昌镇气得不得了，原来杀害老尚的也是他。李昌镇决定彻底调查清楚。另一边，多海源正在和儿子共进晚餐，儿子说他请了个客人。多海源一看，竟然是那个疯子，感到非常吃惊。这时李昌盛打来了电话，但阿正和东直都在场，多海源就没有接电话。同时朱元拿起了老郑的电话，拨通了一个非法号码。多海源包里的另一部手机响了，他们之间竟然有所联系。就在这时候，没想到这家饭店的隔音效果这么好。朱元突然话锋一转，问阿正是否真的失业了，他一直在极力隐瞒的事情到底是什么。这人正和弟弟一起规划未来，他们打算用自己的名字开发楼盘。这时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出现了，原来李昌镇以前是看场子的，因为酒吧出了点事，老板派人叫他回去处理，但是来的人态度很差，这让李昌镇非常生气。时间又回到现在，因为文州的开发项目迟迟未动，所有工程都面临诉讼风险。李昌镇的手下表示，如果开发项目再不启动，公司不仅会破产，之前缴纳的保证金也会被扣留，到那时他们将一无所有了。突然间，他接到了一个神秘人发来的邮件，这真是雪上加霜啊！他得查清楚是谁干的，要找出谁掌握着自己的命运。另一边，东直在追问阿正藏了什么秘密，然后他拿出了一份文件，是都海源亲自签名的住院通知，通知上的电话号码竟然是他妈妈黑市手机的号码。东直质问阿正，既然知道真相，为什么还要继续隐瞒？阿正想弄清楚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忆，说到激动处，他呼吸越来越急促。朱元见状，立刻叫了救护车，老郑也趁机悄悄溜了。他们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联系。韩朱元和那疯子开始合作，都海源的儿子被紧急送医，这一幕全被李昌镇看在眼里。他打电话给老韩，但老韩一直不接。这时他正在听小贺的汇报，汇报的是关于吉他拨片的鉴定结果，结果显示上面没有任何人的 DNA。 可疑的是，这份鉴定报告不知怎么就消失了，单凭这份报告判定东直有罪，实在是不合理。小贺感觉老韩似乎有所隐瞒，他借帮忙的名义想多了解一些，但老韩只说了些客套话，然后就把小贺打发走了。东直那边有了新的线索，那就是拘留所大楼新装了监控设备，在眼镜哥死之前是没有这些设备的。花姐匆匆来报，那栋楼属于李昌镇的建设集团，以前想不到李昌镇3秒就能接电话，现在却杳无音信。东直注意到不远处一个车牌和那天晚上看到的一样，此时李昌镇来到了都海源的办公室，回忆中他得知小曹很早前就打过电话给都海源，原因是老尚保险箱里的鉴定书副本不翼而飞，原件已经被都海源销毁，因为吉他拨片上有阿正的指纹，本来只是想抹掉指纹，
后来决定干脆销毁一切。李昌镇因为都海员的隐瞒而愤怒，都海员反驳说：“你也不是什么好货，本说好处理掉有言的尸体，结果尸体却出现在自己家的墙里。”李昌镇认为阿正是个不稳定的变量，都海员意识到要对付他，急忙派人去医院救儿子。但人到医院时，阿正已经消失了。原来他自己逃出来了，恰好碰到了赶来的朱元。朱元为了帮他恢复记忆，带他去了东芝家的地下室，然后前往肉店与大家会合。法医小山也加入了他们。调查显示，有言从小腿到颈椎多处骨折，但头骨完好，这只能说明一件事，他是被车撞的，而且肇事车速至少45公里每小时。花姐那边也有新情报，那座白天看到的建设大楼是案件发生后转手给李昌镇的。都海员从1999年开始就买这块地，这片土地在过去20年里几乎都被卖掉了。买家除了李昌镇，还包括老郑和李康子。李康子其实是小曹的妻子，看来这几个人都和鉴定书有关联。东直他们找到小曹，发现小曹并不知道内情，他只是负责替换物品。但小曹从都海员的眼神里感觉到，凶手可能和他的儿子有关。东直拿着锤子找到阿正，东直一再追问下，阿正终于想起了那晚的事。那晚他确实见过有言，因为阿正即将去美国留学，有言很不开心，他们还发生了争执。阿正不仅吃了药，还喝了酒。他开车去找有言，迷迷糊糊的就从有言身上碾过去了。那时吉他拨片也掉了。阿正承认自己是凶手，他让东直结束他的生命。朱元赶到现场时，东直已经放走了阿正，因为阿正刚才提到，在阿正到来之前，有言已经倒地不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新闻播出，老韩被任命为新部长的消息播出了。画面突然转换，回到20年前，有言目睹了眼镜哥的行凶过程，他从眼镜哥的车里逃了出来，正好遇到了真正要他命的人。警局副部长开车酒驾，还肇事逃逸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在那天晚上，就是20年前有言失踪的那一天。当时的文州署长老韩去饭店找都海员和李昌镇，因为文州的开发项目即将启动，都海员和李昌镇都很兴奋。虽然文州的开发对老韩有很大的帮助，但他并不想总是和这两个奇葩混在一起。他起身准备离开，李昌镇却似乎要警告老韩，大家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没人有资格看不起别人。老韩转身又坐了下来，都海员赶快让李昌镇给他倒酒。从这杯酒开始，文州的开发就此夭折。李昌镇说，文州是块风水宝地，既能赚钱也能找到爱情，他指的是花姐。时间回到现在，花姐正带人跟踪李昌镇，他在警察总署的地下停车场等人。根据手下的情报，他在等的人是朱元的父亲老韩。正说着，老韩从电梯里走了出来，李昌镇正要下车去问个清楚，但是老韩的一个动作让李昌镇停下了脚步。花姐都看在眼里。场景切换到东直这边，阿正已经承认自己是凶手，东直为什么还要放他走呢？原来在逼问阿正时，东直接到了花姐的电话。李昌正从前2天开始给老韩打了14个电话，但老韩一个都没接，所以东直和朱元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了。一旦牵扯到老韩，朱元还能做到公事公办吗？果然朱元不信东直的推测，他问东直有什么怀疑的理由。东直说，问题就出在你爸身上，0年前他草率地处理了有言的案件，现在嫌疑人李昌镇也在急速成长，他不是故意怀疑，但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他爸。朱元一头雾水，他不知道该信谁好，或许只能信自己。阿正被东直释放后回到了家，他的记忆恢复了。那晚事发时，他开车从有言身上碾过去，慌乱中给妈妈的秘密手机打了电话。杜海源赶到现场，发现自己束手无策，只好打电话给李昌镇。事后妈妈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，这话触动了妈妈的心。阿正嘴上说没事，实际上已经把所有事都告诉了东直。东直让阿正去挑拨李昌镇和他妈的关系。儿子突然这么一说，杜海源非常惊讶，因为他们2人一直互相鄙视，没有他在，他们是不可能见面的。阿正继续补充，杜海源表情凝重，他没说话。场景突然一转，老韩得知自己被提名为总部长，非常兴奋。朱元回来试探他父亲，他透露当年是小曹篡改了鉴定书，而他本人是受到与老韩关系密切的都海源的指派。老韩说只要拿出证据，他会立刻处理这2个人。朱元坦言他们没有直接的证据，但他能找到能让老郑受罚的证据。之前小曹冲进老韩的办公室，说的按吩咐办事是指老郑，他打着老韩的旗号指挥小曹和都海源从都海源那里敲诈钱财，已经整整20年了。随后为了掩盖此事，老韩将老郑调至地方警站。老韩虽笑着，实际上心里慌极了。他立刻走向老郑的办公室，
质问老郑：“这20年你从都海员那里拿了多少好处？”老郑也坦诚了，并声称这不会有任何问题。老韩气愤地让老郑辞职滚蛋。老郑反问：“这不是典型的卸磨杀驴吗？”原来在眼镜哥自杀的那晚，是老韩命令老郑关掉监控。回忆中，老韩说要见见这个连续杀人犯已经20年了，而现实中他却否认了。老郑指出，老韩确实没来，但你的好朋友李昌镇来了。老韩哑口无言。与此同时，东直说朱元的办法没起作用，他找老韩讲，关于老郑的事已经过去3天了，但老郑这几天还是继续在岗位上。阿正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那位之前被老郑赶走的记者再次出现。东直一看到他就火大，正准备把他送走，朱元突然有了个新点子，他决定向记者爆料，条件是要在老韩的人事听证会上进行报道。东直终于明白了朱元的意图。朱元离开后，他竟然接到了老韩办公室打来的电话。东直去见老韩，老韩直言不讳地提出要把东直调到总部，这相当于是直接升了3级。但东直会同意吗？1周后，老韩的人事听证会正在进行，所有人都在关注即将晋升的这位警官。一些守株待兔的员工和小贺也来到了现场。朱元面带微笑，但他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支持他父亲。老韩开场白简短之后，记者开始提问。消息一经发布，全场震惊。记者继续详细说明，郑某以低于市场价1半的价格购买了一块地皮，这难道不是受贿行为吗？老韩面色不变地回答记者的问题，他似乎早有准备。他承认老郑买地的事实，价格确实只有市场价的1半，但这是因为一笔债务关系，土地的原所有者急需现金，向老郑借了一大笔钱，最终用土地来偿还债务。说完，他拿出了债权合同，还特意强调了一番，他保证一定会在任期内重塑警队的道德准则。这出乎朱元的意料，没想到父亲老韩竟然这么深谋远虑。就在这时，东直突然推门进来，他目前的职位是首尔总部调查组的警司，原来是接受了老韩的提升，这对未来的调查大有裨益。老韩一时语塞，东直质问道：“执法还分时间和场合吗？”他走到朱元面前，以涉嫌滥用职权导致李金花死亡的罪名将他逮捕。朱元被逮捕时竟然还面带微笑，原来他们昨晚已经商量好了应对策略。东直已调到首尔总部，他有权拘捕韩朱元。尽管他已向记者透露信息，但根据朱元对父亲的了解，他追求完美的性格可能已经有所准备，所以朱元决定自我牺牲，在镜头前被捕。这不仅仅是停职那么简单，可能会毁了朱元的一生。东直告诉他，利用监视权一定不能认罪，因为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回到现场，东直笑着审问朱元，因为一切都是事先商量好的。没想到朱元突然认罪了，这让东直大吃一惊。他关掉录音机问朱元为什么，朱元只说没有理由，犯错就应该接受惩罚。他这是在给东直暗示，等待真相大白，东直肯定会被他逮捕。就在这时，调查科的科长冲了进来，一进来就对东直破口大骂。朱元反击说，如果科长没同意处罚他，他就不会在摄像头前被抓到。东直既然已经认罪，那就先停职处理吧。朱元愿意接受这个处分，然后开车回家了。这时候老韩在家大发雷霆，他认为是小贺和朱元联手搞的鬼，小贺只是为朱元说了句好话，这让出身低微的小贺特别生气。他一直努力想要讨好老韩，但老韩似乎从未真正把他当回事，以前还梦想能成为一家人，但这个耳光彻底让小贺清醒。这时朱元进来了，他很了解自己的父亲，他父亲在这世上唯一信任的就是自己。然后他反过来指责老韩，如果不是老韩把东直调到总部，他就不会被逮捕。朱元说自己已经认罪被停职了，他父亲无话可说。朱元接着说，朱元仍想从父亲那里套出更多有用的信息。父亲虽然嘴上叫他滚，心里其实已经有点动摇，毕竟这是他的亲骨肉。另一边，阿正和都海元约见李昌正，都海元质问他背着自己和老韩见面的目的，李昌正一时语塞否认。都海元已经猜到了真相，是他杀了眼镜哥。李昌正话锋一转，说人得懂得感恩报恩，要不是他处理了有颜的尸体，你们母子俩早就玩完了。阿正笑了起来。那天晚上，阿正开着他妈的车离开，李昌正把尸体转移到了自己的车里，但在挪车的时候，有颜的尸体被一旁躲着的眼镜哥带走了，所以尸体才会出现在地下室的墙里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李昌正才去帮眼镜哥自杀。整个事件渐渐明朗了，李昌正意识到事情不对，他急忙抢过阿正的手机，电话那头正是李东直。都海元没想到自己儿子会这么做，李昌正拿起电话跟东直聊了起来。东直说他换了工作单位，这次让你前妻花姐来审你。说着，远处传来了警笛声。李昌正气得不行，一定是我的运气不好。
阿正说有事咱们局里说。李昌正被花姐带回了局里，东直和小山等人检查了李昌正的车，但什么都没找到。审问的时候，花姐对之前的录音闭口不谈，反而问起了武一建设，那是老韩岳父的公司。李昌正终于想起了那顿晚餐，东直猜到了他们三人20年前就认识。就在这时，署长老郑推门进来，因为这是非法传讯。随后他把李昌正放了出去，两人在外面碰到了朱元，原来是朱元把这消息透露给老郑的。虽然不太清楚原因，但东直知道他肯定有自己的打算。老郑送李昌正上车时，隐晦地提到那封邮件是自己发的，说有需要会联系他。李昌正气得牙痒痒。这时老韩发来了一条短信，约他在出事的地方见面。难道真如传说中，凶手会回到案发现场？李昌正没多想就上了车。路上老韩打来了电话，得知是儿子救了李昌正，感到很欣慰。这时东直和花姐正在追踪他们，但很快就被摆脱了。两人来到了当年的案发现场，老韩开始回忆过去，他无意中撞死了有言，当场懵了。他叫李昌正来处理后事。老韩离开后，李昌正把有言的尸体放在马路中间，由此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事件。时间回到现在，李昌正终于吐露了真相。朱元听到了这一切，原来他早就在老韩的车上装了窃听器，一切都清楚了。老尚和眼镜哥都是李昌正杀的，而幕后操控者是老韩。现在老郑手上有了确凿的证据，老韩催促李昌正快点解决这件事。杀眼镜哥的原因是因为他当年目睹了老韩的肇事。朱元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原来是自己的父亲撞死了有言。平时总是一本正经的父亲，居然是凶手本人。他从后备箱里拿出一个球杆，直接向他们走去。朱元坐在车里听着父亲描述杀人的过程。最初他怀疑李东直是凶手，现在想来自己才是那个笑话。朱元手持球杆向老韩走去，竟敢问我这样的问题。李昌正也害怕老韩，担心被东直和朱元抓到把柄。老韩现在非常自信，因为他即将成为韩国警局的头号人物。朱元站在雨中听着所有事情。李昌正回忆起眼镜哥的话，都海员似乎除了鉴定书外还隐藏着秘密，他请求老韩查个清楚。说完就下车离开了。老韩在车里骂了一句。朱元来到东直的家，他让东直听了他们两个人的对话，并承诺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。朱元的这种狠劲真是遗传了他爸。说完就跪了下来。东直虽然很愤怒，但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朱元平复情绪后回到家，直接播放录音给父亲听。老韩听后非常震惊，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这样坑自己。老韩心里想，这才是我的儿子。两人开始合作。朱元请求父亲将他调到总部调查科，这样他就能帮助父亲清除障碍。另一边，老郑给李昌正发了消息，要求见面。李昌正气得不行，他开车到约定的地点，拿着球杆走了过去。没想到东芝已经在那里等着，他让李昌正跟他一起回去，但李昌正说他没时间。就在这时候，朱元开车赶了过来，李昌正这样就被带回了总部。东芝问他眼镜哥自杀的那晚他在哪里，李昌正说他那时候在家。然后他开始指责老韩，他提到了20年前他们3个人一起吃饭的事，也就是那件事。就在事情发生前几个小时，每当涉及到他父亲，朱元就得格外小心。但李昌正突然话锋一转，说他把老韩送回家了，但都海员好像出了个车祸。这些都是他们2个人都知道的，只是看他们怎么演。李昌正离开后，2个人开始商量对策。据李昌正所述，他和老韩似乎决定放弃都海员。东直给阿正打了电话，因为李昌正提到阿正又被关进精神病院了。朱元也给小贺打了电话，让他帮忙查查阿正去了哪里。与此同时，他们想到了老郑，如果没有东直的话，他可能已经没命了。他们急忙来到老郑的办公室门前。老郑出来后竟然很高兴，说朱元的父亲把他调回了总部情报科。送走老郑之后，朱元的手机没电了，他用东直的手机给小贺打了电话。他查到了阿正所在的疗养院。此时的老韩正在等青瓦台首席办公室的电话。老韩成功的成为了警局的一把手，这是他毕生的梦想。就在这时，东直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朱元把手机塞进口袋，他只告诉东直阿正在希望疗养院，但没提老郑发的消息。东直决定去找阿正，朱元找了个理由自己离开。花姐的手下把老郑送回了别墅，然后在门外等候。朱元也匆忙赶到，没多说就冲进别墅。东直也打电话过来了，他们发现大门被锁上了。东直感觉不对劲，他翻墙进入院子，居然在警察的监视下发生了凶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来老郑一回到家就给李昌正发了信息，但李昌正没回复。老郑生气地打了电话过去，没想到李昌正早就潜入别墅等着他，老郑根本无法抵抗，就这样被干掉了。李昌正伪造了现场证据后逃走。
不久后，朱元也赶到了，他发现老郑时已经太晚。朱元被带去审问，东直说有人想陷害他，你凭什么把我牵扯进来？朱元一直道歉。东直理解朱元的感受，他让朱元不必再有罪恶感。朱元回家后不停洗手，他连父亲的电话也不接。此时老韩得知老郑被害的消息，小贺向他汇报了调查详情。他们在老郑家找到了那台用来给老郑发短信的手机，刀子上只有老郑自己的指纹。老郑手机里的最后一条信息是发送给李东直的，但为什么朱渊会在现场，他也不清楚。老韩为了保护儿子不被牵连，让小贺把这案子定性为自杀。小贺还想再说些什么，老韩却说你只管执行就行，别说那么多废话。小贺离开后，老韩给李昌镇打了个电话，他让李昌镇先躲起来避避风头，但李昌镇已经把所有财产全都投入到文州的开发项目了，他正在纠结该怎么办。这时候花姐带人冲了过来，这次花姐要亲自审问李昌镇。在老郑被害的那段时间，李昌镇无法证明自己的不在场证明，而且他前一天还收到了老郑的短信。李昌镇说他们约好一起去钓鱼，但东直早就把这一幕录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东直拿着这段视频去找都海源，他提醒都海源要小心，现在是老郑，下一个可能是他或他的儿子。东直离开后，都海源马上安排手下将阿正转院。这时朱元已经将阿正带出来了，把车开到安全地方后，刘才一开车离开。朱元部打算逮捕阿正，他希望阿正能主动自首，但这份迟来20年的自首还值得原谅吗？阿正自己也过不了这个坎，他请求朱元逮捕自己。朱元找到小贺要批条子，他打算逮捕多海源和阿正。小贺觉得这事得通知老韩。朱元反问他是不是老韩的走狗，提醒他自己是检察官，劝他不要再扯这条烂绳子。小贺轻轻点了点头。东直拿着棒子找上了李昌镇，他决定亲手解决杀害老张的家伙。正要动手的时候，朱元及时赶到，他把传票交给了东直。李昌镇明显慌了神，他刚想解释，朱元示意他不要急，告诉他有机会解释。东直开始审问都海源，朱元则负责审问李昌镇。小曹坦白了一切，他承认把鉴定书交给了都海源。都海源面无表情，始终保持沉默，但提及阿正时，都海源忍不住流泪，这让都海源彻底崩溃。他承认了所有事情。朱元得知都海源认罪，他决定申请李昌镇的传票，但李昌镇不相信会批准。与此同时，老韩接到了情报科的消息，小贺竟然批准了。他给小贺打了电话，但小贺说他现在很忙，没时间过来。他果然采纳了朱元的建议，放弃了那条即将腐烂的绳子，这让小贺松了一口气。朱元开始用激将法，但李昌镇毕竟老于世故，再怎么说也无济于事。为了让李昌镇开口，朱元使出了杀手锏。他说你们这帮人根本不了解我父亲，父亲掌权后你们一个都逃不了。然后播放了那晚的录音给李昌镇听。就在这时，花姐突然说传票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提到部长老韩打过电话。到了夜晚，李昌镇回想着眼镜哥的话，这时东直出现在他面前。在东直的追问下，李昌镇终于说出了真相，那晚是老韩撞死了有言。与此同时，老韩也接到了这个消息，李昌镇正在向重案组说明真相。电话中提到了一些新闻，老韩打开了电视，录音也被公之于众。老韩知道这次没法挽回了，他拿起手枪对准自己。朱元不愿意父亲就这样结束生命，他觉得父亲应该受到惩罚。正当此时，东直及时赶到，两人持枪对峙。朱元站在东直面前，他夺过了东直的手枪。东直不希望朱元受伤，他站到老韩的枪口前。就这样，儿子亲手将父亲送进了监狱，东直也遵守约定接受了法律的制裁。几年后，大家再次聚在了刘才一的肉店，东直换了新发型，他重新开始了生活。故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。这部韩剧值得一看再看，剧中的层层反转以及无数精心设计的细节，细想一下，剧中所有角色都犯了法，大家本意是捉怪，最终自己变成了怪物。怪物其实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人性。